我们来看一看，这边有广州世纪之都现如招商啊，我一路过来这边有无数的新的大楼，那相信呢，有些已经有很多的厂商入驻，但还有很多呢，应该还在招租。周围的环境呢，也都还在整理之中啊。这座不知道是不是就叫设计殿堂的楼，边上你看，各种各样的写字楼已经起得满满的了啊。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生桥幼儿园大班毕业典礼，一个幼儿园还搞得那么隆重热闹。这已经开了多久了？我们是去年9月12号开的。那你这些建筑模型的话，就是中国的还是世界范围的？也有世界范围的，就全球类的都是有。这个就是我现在所住的这栋楼，叫广州世纪之都设计殿堂。现在我就在这个楼的3楼。嗨，大家好。现在我所处的呢，身后就是国际设计大厦的南塔。这个地方有一个设计殿堂，据说呢是有一些设计精品的模型展示，但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啊，我去找一找。我现在正对的呢是一个商业大厦，应该是一个 shopping mall， 叫时光汇。这个下面有美食天地啊，边上呢也有很多的商场啊，各种各样的餐馆等等。这个地方有永旺超市，看来这个mall的名字叫 Time 时光汇。现在我所处的这个区域呢是白云区啊，我看边上有一个地铁站叫黄边。黄边呢以前是白云区的一个村庄，叫黄边村，但现在几乎已经找不出村庄的影子了，全部都是城区的模样。现在我展示一下这个时光汇这么一个商业中心，边上那栋高楼呢是它的南塔，刚刚我就从下面的停车场上来的。今天呢我是开着车，正好送我的家人到市区来，就听说这边有个设计之都，那我来到以后就感觉是一片以设计产业为中心的新的城区。就看到这边马路上走来走去的全部都是年轻人，刚刚可能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了吧，可以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下楼来去觅食，这是他们的午餐。现在我正对的这条马路叫广云路，北边的是空港大道，南面的是黄石公路。今天我开车呢，经过白云区一条崭新的马路，叫云城东路。就大家知道以前的白云机场，就是位于这块地方。后来搬走了以后呢，这里就规划建设了白云新城。现在已经建设的初具规模，但是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或者说呢，有些地方还在完善之中。但今天一路开车过来的路上，看到这边的大马路建设的都非常好，都是非常宽敞的林荫大道。这边到处都写着广州设计之都。我刚才也看到了一些企业品牌的命名的大楼，相信呢这里主要就是各种各样的设计啊，那我相信也包括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各种各样的设计的公司云集的地方。刚刚我就从对面这个南塔出来的啊，现在我要去找找看哪里有设计殿堂这座大楼。
在这座大楼的3楼吧，应该是有建筑设计的模型的展览，我们去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这边有广州设计之都现楼招商啊，我一路过来这边有无数的新的大楼，但相信呢，有些已经有很多的厂商入驻，但还有很多呢，应该还在招租。周围的环境呢，也都还在整理之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楼上面的招牌啊，像欧派加定制家具的企业，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办公楼啊。边上呢还有一家叫阿道夫的，应该都是一些设计的品牌吧。但是你看啊，这边还是有很多地面的管道工程，根本还都处于施工的状态。今天早上开车出来的路上呢，还点点滴滴下了一些小雨。那现在到了这边呢，已经是阳光灿烂了，完全是太阳满开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你看高楼林立啊，绝大部分都是商业用途的大楼。但相信呢，也有一些展览功能的，就像我现在眼前的这座，不知道是不是就叫设计殿堂的楼。边上你看，各种各样的写字楼已经起得满满的了。虽然这边新楼林立啊，但是我看非常科幻的或者有设计感的大楼其实并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是方方正正像积木一样的楼。但我现在眼前的这个阿道夫这座楼呢，稍微有些流线型，感觉有些设计感。这条路叫鹤瑞路，我这个边上的这栋楼呢，就叫设计殿堂 Design Hall。我们找门进去看看是不是有传说中的著名建筑设计的模型展。虽然中国相对而言啊，高科技产业呢还在处于第2、第3梯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也在追赶欧美发达国家，所以慢慢的呢，政府也在提倡啊，或者说社会也慢慢达成共识，高科技呢是接下来的经济的主要的引擎。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我相信啊，全国上下啊，从中央到地方呢，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些高科技的产业的发展，所以这才会有很多像这种科创园。那当然高科技也包括各种领域，那当然也包括工业设计。所以这块呢，中国起步比较晚啊，但是以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体量，不断发展的各种产业的支持，我相信假以时日呢，应该会有新的局面啊。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生桥幼儿园大班毕业典礼，一个幼儿园还搞得那么隆重热闹，所以感觉现在下一代在下的孩子们应该会在更好的环境里面成长。上面有写建筑模型博物馆在3楼。现在来的这个设计殿堂的2楼，这个地方像一个园艺店啊，你看各种各样的植物在那里摆卖。各种各样的吊篮，各种各样的盆栽，哇，
1000块钱，但是海关运费那天花了1000，2000多，然后再养了2年就变成这样的。对，这跟室内设计也有关系啊，营造比较好的绿植的环境的需要，所以很多家里现在都会种一些绿植。现在我应该已经来到了3楼了，建筑模型博物馆，广州馆。你好，有预约吗？没有啊。我们现在可以预约一下。要怎么预约？用手机微信扫一下这个嘛。好的。这已经开了多久了？我们是去年9月12号开的。那你这些建筑模型的话，就是中国的还是世界范围的？也有世界范围的，就全球类的都是有。好，然后我们是从这边开始这一层这样。好的，好的，谢谢你。进门需要预约啊，但是意外的知道原来这个展览馆总馆是在上海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建筑模型博物馆广州馆是以一个建筑模型为主题的先锋艺术场馆，由何敬堂院士主持建筑设计，很多设计师参与的一个建筑博物馆。好，我们来看一看保利广钢公园的一个设计楼，应该还没建吧？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就这个外立面，我们已经去参观过很多次了。同济大学设计的一个燕飞建筑事务所，叫什么农铺，应该就是农村的一个工厂嘛。这是西屋树图村民中心，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应该是旧村改造，不知道在哪里的一个农民的活动的一个场所。这个下面还有一个南京城墙博物馆改扩建工程。这个我们才去过南京啊，不知道在哪里。钱学森图书馆，那这个我们太知道了，就在上海徐家汇交通大学边上啊，有一个很雄壮的建筑物。钱学森图书馆，下面呢就是中国海南海博物馆。应该是设计的手稿吧。纪念碑，城市文化的空间缩影。这个就是我现在所处的这栋楼，叫广州世纪之都设计殿堂。现在我就在这个楼的3楼，时尚的大楼。这个楼好像我在哪里见过的，上海中银金融中心。猛犸1号动感影院，这像一台机器啊。苏州博物馆是贝聿铭设计的，这个我们去过苏州的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完全很苏州的人民融为一体啊。边上就是拙政营、广州方所大厦及琶洲艺术馆。这是哪里？这是方所书店的大楼吗？武汉市城市设计院的新楼。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这是从化那家吗？北京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首钢滑雪大教堂。河南普功山地质博物馆。广州天河体育中心1987年建成的。这是一个什么教育中心？范伟城市，这些都是一些设计师做的城市模型。
雪雷香氛博物馆、深圳南邮购物公园、兰博基尼塔楼、广州天神实验从化学校、北京怀柔金鱼水泥厂改建项目、广州地铁运营指挥中心、万盛广场、司徒美登纪念馆、琶洲滨江会所、虎牙全球研发总部。虎牙是什么？直播的一个机构吗？广州龙通科技中心、广州天河城广场、浙江大学求是纪念亭、徐渭纪念馆40年以前去过绍兴的徐渭纪念馆那这个纪念馆应该跟当年的纪念馆不是一回事了吧？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唐家史学院不知道在哪。密度，城市生活的多维面向。各种各样模型有些好像是未完成的作品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堂、深圳蛇口影剧院升级改造工程、深圳海洋大学图书馆。建筑模型还真不少也是全国各地的吧，都是中国的一些建筑设计师设计的作品。大禹纪念馆、汕尾文化中心，这里还有，下面应该是一个什么学校吧？沙井街道民生社区9年一贯制学校，江东发展大厦，龙云三体的延续，宿迁古渠遗址博物馆，北京艺术中心。广州白云机场3号航站楼铺面细部，深圳机场卫星厅整体模型，深圳机场卫星厅的立面细部咖式体育中心，这是供参观者休息的一个区域这个椅子也跟建筑模型一样的，叫聚落椅，就李信刚设计的建筑模型博物馆上海馆，此先有建筑模型上海馆，才有广州馆这都是一些建筑发烧友或者是这方面的相关协会组织筹备这样的展出。这是何敬堂院士，这是孟建林建筑师，这位是李信刚。就设计刚刚这个桌椅的人，曹佳宁、严迅奇、倪阳，这个应该是比较年轻的彭长兴，华南理工大学的，李祥宁，同济大学的一位副校长，王少强，广东美术馆的馆长，刘晓都，深圳平山美术馆馆长，马洛龙，这是一个外国人
周荣远、冼建雄、宋春华。又回到了何院士这里了，都是中国建筑业界的泰斗人物、佼佼者，内容还是挺丰富的啊，各种各样的建筑的模型。但是我们外行就看个热闹啊。大地在地风土的极物建造，这个设计馆也分成好多个主题啊。这些应该是跟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关的建筑物。顺德自建房、松山湖科技交流平台，都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些设计的作品啊。我相信这其中大部分都已经变成了实物了。这个盆地之中的像一个城镇啊，周渠灾后重建、丰蝶新区规划灾后重建的项目，宁波院士中心，还是挺震撼的啊！这么多的建筑模型一次过来参观一下，这种立体的空间跟周围环境的协调，当然还有这些建筑本身的一些工程学等等方方面面，是需要有非常综合的知识才行。上海陆家嘴酒楼，日照森林公园，宁海农村住宅项目，金桃村居民活动署，南越国艺馆，岭南合院，就是被叫的那个新的岭南园林。山西龙潭泽水村自然书屋，美陶湾国山石湾，这个像视频，当然都是中国的一些著名设计师，看来还意犹未尽啊。这边还有一些设计的模型。深圳大学图书馆像一座桥一样，川洋河南侧景观配套建筑，我骑行过的上海的川洋河、观澜河、龙华吊蓄池改造项目，广州东山肉菜市场城市更新，广州恩宁的永庆坊一期，二沙岛文立坊、紫泥塘十二门，广州南柚王宫博物馆，这些都是我们去过的地方啊。深圳市宝安区档案的综合服务中心，深圳市公安局警察训练基地，青岭小学扩建，深圳罗湖图书馆和青少年活动中心，广州南山明星港人子弟学校，珠海市工人文化馆，京津冀
城乡规划，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好了，已经回到刚刚入口的地方了。在这个设计殿堂这座大楼里面，有它的3楼，看了建筑设计模型的展览，还相当不错的。刚刚在3楼的展区里面看到了无数的建筑设计模型，有知名的大设计师、大师的作品，也有很多我相信相对比较年轻的设计师的作品。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参观的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人和自然、环境、人和文化以及人和时尚等等相结合，就让人感觉还是经历了一次洗礼。好，现在我走出这座设计殿堂，这里真的非常的开阔。虽然对于中国来讲，这种设计方面的产业应该还刚刚开始，但一定是方兴未艾的。那我家里的孩子，其中一位也是学习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也因为它的影响啊，所以我听说这边有这么一个设计模型的展览，就有点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过来参观，也了解一下建筑。看来呢，真是非常多的学问啊，但我们已经没有必要，也学不会所有的这些技术的细节了。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讲啊，我们也崇尚美感，向往时尚，希望这个国家呢，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底下，人文环境变得更好，大家呢有更多的时尚的这种愿望，那就会催生更多的地标性的建筑物啊，还有文化的一些品牌呈现给大家。那大家生活的环境也会变得越来越美好。那我相信这是指日可待啊，但可能也需要1-2代人的不断的努力。那今天我们在白云区黄边村，现在已经没有村庄的模样的这个新城区，而且是以设计这样的产业支持的一片区域散步参观。刚刚我们进到里面去看到的啊，这是建筑设计模型展。我就想着下次回上海，我们要去它的总部再去看一看啊，非常有趣的一段这个忙里偷闲的参观，在新的城区的闲逛，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也会喜欢。我们改日出行再见，拜拜。